27号上午9时20分，在撞击点东侧山坡坡面土层下，东航 MU5735失事客机的第二部黑匣子及数据记录器被发现，与第一部黑匣子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发现时间相隔3天。上午9点20分许，挖掘至地表往下约1.5米的深处时，翻开一块树根后，发现了一个被泥土包裹，只露出了一点橙色的圆柱形金属罐体，确认为失事飞机的第二个黑匣子。从发现点的位置来看，两部黑匣子的平面距离并不远。第一部黑匣子被发现的位置是在主要撞击点东南方向约20米处的表层泥土中，第二部则位于撞击点正东偏南5度，距离撞击点40米。不过，第二部黑匣子被埋进了距地表1.5米的深处。此次直飞东航 MU5735航班的波音737-800型号飞机，两部黑匣子均布置在飞机尾部，位置一上一下。最新找到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布置在客舱后厨房的顶上，用于记录飞机各类飞行参数，如高度、速度、航向、俯仰角、滚转角、垂直速度以及机组的操作，如驾驶盘杆量、油门以及发动机状态等数据，记录时长25小时左右。通常情况下，被认为可以还原飞机失事前的飞行状态与操控动作。该记录器其他部分损毁严重，所幸数据存储单元外观较为完好，目前已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译码工作。可能后面这个黑匣子受损的情况不太严重，那么就有可能取出更多的飞行参数数据。那么这些数据可以说对判断这次飞行事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它的源头在哪儿，可以说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它没有受损，数据能够拿出来，或者是能够部分恢复。3月23号搜寻到的第一部黑匣子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则布置在后货舱内，记录了驾驶、副驾驶、环境、备用4个声道，不仅能够提供驾驶舱内第一手的语言交流信息，帮助了解当时飞行员遭遇到的情况，还能记录下飞机发出的异常声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事故中，在发生异常的短短2-3分钟内，并没有空地之间的无线电通讯，因此驾驶舱的对话无疑非常关键。然而，公开信息显示，找到的第一部黑匣子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受损较为严重，不排除存储单元损坏的可能性。在历次重大空难中，黑匣子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以2019年3月震惊全球的埃塞俄比亚航空737 MAX 空难为例，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所提供的飞机参数，对事故的解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正由于黑匣子里记录到了波音737 MAX 的 MCAS 系统不断介入发出使飞机俯冲的指令，与飞行员手动操作的指令，成为不容置疑的铁证，从而证实了波音737 MAX 的 MCAS 系统是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。一条条曲线，一个个参数，每一个异常的数据的背后，都可能是查明空难真相的线索。拆解来看，黑匣子一般由基座和坠毁生存单元构成，其外形像个平板拖车，其中车头和平板部分一起构成基座。平板上的圆柱体是装有水下定位信标机的坠毁生存单元，基座和坠毁生存单元内部安装有各种电路板，能够及时接收飞机飞行中各种传感器收集的信息，并自动转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，连续进行记录。坠毁生存单元是黑匣子的核心部件，其内部安装有数据存储卡，被多个保护层包裹。通常来讲，黑匣子的构造十分坚固，具有防高温、防爆、防挤压的特性。除非在极端条件下，否则数据不会轻易丢失。
但在本次事故中，根据多款飞机跟踪软件显示，失事客机是在1至2分钟内从8000多米的高空骤然下降至1000多米。这种急速下降带来的冲击对黑匣子的保存颇为不利。在找到黑匣子后，及时对其进行数据下载以及解码译码，就成为了调查空难事故原因的重要环节。民航局专业实验室自接到记录器后，立即开展修复和数据下载工作。何时能完全读取数据，时间无法确定。